请节目主持人赵传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出你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，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，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。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？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红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。还有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曲老师。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来吧，看看今天4位老师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，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们认识好几年了，相处已经有2年多了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总是若即若离的，总觉得他不太愿意和别人承认我是他的男朋友。有时候我不太确定到底我们是什么关系。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也没有必要都要挑明了说。我感觉总要含蓄一些更好。我觉得他很多时候缺乏自信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张，来自四川，32岁，职业销售。来，有请张先生。女嘉宾小婷，22岁，来自广东文员。来，有请小婷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在哪儿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一次做志愿服务时认识的。哦，志愿服务。对。哎呀，两个是这个公益热心人是吧？对。在哪个城市做志愿服务？在深圳。哦，在深圳。对，您现在在深圳是吧？对。哦，您这个资料上面说是广东人是吧？对。是深圳本地的吗？不是。不是啊，广东什么地方的？湛江的。啊，湛江的啊，等于深圳也是你的另外一个等于工作的地方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是的。你们在公益活动上认识的哈？对。认识了多久了？我们是15年认识的。15年就认识了。那谈恋爱谈了多久呢？现在也差不多2年了。差不多2年了。对。今天是你要来的对吧？对。因为你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吧？对。怎么会有这感觉呢？都认识15年就认识了，而且谈了2年，怎么还有这感觉呢？因为本身也是在偶然的朋友的误会下，我们喝咖啡的时候，朋友说：“哎，小张，哎，你一直说你没女朋友吗？这不是你女朋友吗？”所以说，哎，我说对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他那你前不介绍一下？我说这就是我女朋友小婷。从那一次以后，我们就经常一起去参加活动啊，或者说活动结束以后，我们也会经常在一起。那当时你反对了吗？他这么说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反对了吗？当时的话，他一下子说，我也没想到他会喜欢我，然后因为当时人多，我也不好当面反驳他嘛。那你跟人表白过吗？有，在16年的时候，因为也是家里的时候，家里说，哎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回家结婚了，要么你就回家相亲，要么就是说你在家外边有的话就带回来家里认识一下，然后我们沟通一下看什么时候结婚。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已经谈了快1年多了，所以说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婚姻的问题。当时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是说我们家里人肯定不会同意的啊。然后因为听到这事以后，因为我感觉到我们平时我问他，他说你们俩交往1年多了，你觉得是交往吗？是认识1年多吧，一开始的时候。哦，是认识1年多。对啊。哎呀，那你们俩拉过手吗？没有啊。抱过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所以女生认为你们俩是普通朋友，在16年他跟你说的时候是吧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我根本没跟你交过朋友？什么就家里同意了？你干嘛说家里不同意呢？在我父母眼里，我还小，就是说他不希望我过早的受益感情。当时他跟我表白的时候，当时一开始他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我就不想，也就是说不想过早谈恋爱，所以当时我就拒绝了他嘛。哦，这不是拒绝你了吗？啊！但是这次拒绝以后，我们就有大概2-3个月没联系嘛。但是在这期间，我发现就是好像我们都是忘不了对方。但是我们后面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要不我们还是考虑一下，然后再去，我可能当时说的有点急，你可能没准备好，我们再试试。所以很快我们又和好了。你把他当成男朋友了吗？
后面是，但是我把他当成男朋友，但是还没有涉及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哦，就是他向你求爱之后，过了2、3个月，你觉得这人还是可以做男朋友的，对，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男朋友了，但是还没谈婚论嫁的。对。哎呀，你看这姑娘这恋爱谈的啊，后来呢？后来因为我在我们后面又经了几个月，但是我感觉到好像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啊，或者看电影，他每次都晒咖啡杯或者说电影票，但是在朋友圈他晒了以后，别人总问你，哎，你这是跟谁在一起看电影、一起吃饭？他总是不愿意给朋友说和谁在一起，或者说好像不愿意我的存在一样。他从来不让我去见他朋友或同事。那你为什么不带他见你的朋友呢？你不是还经常跟我朋友喝酒吗？你喝酒的时候还找他嘞？因为那一次不是说，因为我问你和谁在一起吃饭嘛，你说和我朋友，我说和谁，男的女的，因为你不愿意说，你说要不你就过来吧，所以我过去以后才知道你是和那个女同事在吃饭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告诉我，别跟我绕。哎呀，他是你什么人？男朋友啊。不行了吗？这不是男朋友吗？你要怎么着啊？但是我会感觉到，好像他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是谁。然后我经常出去的话，比如说小张，你女朋友把女朋友带出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、一起聚会什么的，我都带她去的。他感觉不让我见他朋友。你不是见了吗？就见他，因为他就一个家人什么的都没见过，知道吗？因为就是他一个同事。你是不是特着急结婚呢？有一点。你觉得岁数大了吧？是。32了吧？人家很小对吧？22岁是吧？你并不着急是吧？对。你们俩关系到现在，其实你觉得还不至于要嫁给他对吧？这样的话也不必那么早啊。对呀。但是我总带他去见我朋友，但是他总是不见他就是见他闺蜜都不见，就是他一个同事而已。你见过人家父母吗？因为我经常说，我说你过节的时候，要不我去见见你父母，他不愿意，他说反正找各种借口说不让我去。没打算这么急着嫁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男孩怎么样啊？很好。很好。对。很好就嫁了吧。可是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从来没有外嫁的，而且另外他是外地的，然后在我父母眼里我还小，他们也不希望我过早的结婚。上门女婿行吗？没有外嫁的上门行吗？那始终他都是外地的，他早晚会回到他四川那边。自始至终你的家还是我们上门女婿，上门。他也没有说过他要做上门了呀。要上门嫁不嫁？嫁。哦，搁的在这儿呢哈，怕远嫁，这事儿你了解吗？因为我跟他说过，但是他一直说，就说他也不跟我说原因，他就说反正我们家人不同意外嫁。那你为什么不问呢？但是我说是可以，我说我们2个人本身现在也年轻，也可以在广东或者哪地方可以买房子，或者说我也可以去你们老家，或者说去在你们家买房子，或者在你老家都可以的。但是他感觉始终你愿意去吗？可以考虑。你愿意上门吗？可以考虑的，因为只要我们感情到位的话，我是觉得是可以的。就是。今天来干嘛来了？因为我就是主要感觉到，他也说不愿意见。你是不是逼婚来了？说实话。有点吧。想结婚？对。求婚了吗？因为他那时候说不同意，说暂时还没有。想求吗？想。有什么条件吗？有什么条件吗？都说了，我的父母目前还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我也试着跟他们沟通，但他们始终没有松口，他们始终是怕我嫁得太远，然后受欺负，他们在这边帮不了我啊。但是你导致说家里说不允许外嫁，因为晚婚晚育，一是晚婚晚育啊，一是多久才有晚婚晚育啊。然后再说外嫁的事情，我本来都说是可以在这附近或者在广东这里考虑定居，或者说去你家都可以的。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一直都是晚婚晚育的，像我姐姐我姑他们一直都是达到25、27才嫁的，他们都不会嫁那么早的。但是我感觉你已经20多岁了，但是我也那么大，我感觉等不那长时间，那你就不能跟家里商量一下吗？行，我基本觉得这就叫鸡同鸭讲啊，这2个人讲话就是这样。喜欢他吗？喜欢。喜欢他。对。啊，愿意为这段感情付出努力吗？愿意。好，喜欢他吗？喜欢。愿意为这感情付出努力吗？愿意。哎，那老师们就一定会帮你们想出办法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博红兄，挺热闹的啊！这个热闹。小姑娘，你认为男朋友和恋人这2个称谓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
这个我认为基础就有了。你们两个人的核心是，你呢确实要为他想想，他32岁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大龄青年了，他似乎有些焦急，有些着急，这个正常。他的一切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结果呢，他又非常爱你，在你这样的一种他认为定位不清晰的状态下，他有些不自信，有些不踏实，这个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的这种不自信、不踏实，似乎有点过度。关键问题，你的这种着急，不但写在脸上，还在举动当中，这样让他呢就会更加的反感。另外，他作为一个广东当地人，你也要尊重他们的风俗，因为那一种风俗并不是一个小女孩她可以抗争的，她确实要顾虑很多。我最后只想说，女孩子，她32岁，她有时候着急是正常的，她拖不起等不起。所以有一些，如果你内心反正已经把她当恋人了，两个人可以奔着结婚去的，就清清楚楚地告诉她。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犹豫的，有一些问题也告诉她。你呢，不要在细节上，真的，我们男人有时候格局要大一点，心眼要大一点。你不要在一些细节上就去证明这就是爱情，这就是恋情，这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恋情有时候就水到渠成，到了那一个时候，你不急，他也急了，他也会和你商量，我们结婚吧。所以男人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，这才像一个男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博宏兄。来，尚道老师。从一开始说你们。两种不同的声音出来了哦，判断不一样哦，曲总，来。那现在你的状态，尤其是女孩，你现在状态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想让身边的朋友去知道，甚至于家人也不想知道我现在有这么一个男朋友存在。你现在状态就是不确定，不敢肯定他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人，你可能还是在犹豫，不是说你不够喜欢他，可能是你还没到爱那程度。但是女孩有什么要说出来，不要感觉老是在逃避，很多问题必须得直面去面对解决它。而男孩呢，其实你自己隐隐约约是知道这种感受的。那在这种状态下，其实你是知道自己有点过于的逼迫他没有到那个程度，至少不像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一样的。摆在你面前两条路很简单，第一，你对他够不够爱，如果够爱，能不能去用行动把他的爱给换起来。第二，如果不能，真是你要32岁一定要结婚的话，显然他短期是不会跟你结婚的，甚至于短期不会跟任何人结婚，所以你可能要另谋他法。所以说在这条路上，你们俩现在存在着，一个是不确定，一个是过于着急。
所以就拧巴了，一定会谈崩。所以两个人好好的想一想，男生想的是这个女孩是不是你确定的那个人，跟她你会不会幸福？如果会，可以帮助她解决问题，不要逼她。女孩确定眼前这个男孩真是你想要的吗？即使他是有一颗爱心，做公益人不错，但是一个好的人并不一定是好的爱人。想清楚再做决定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齐总。来，涂老师。你32岁了，你心里非常清楚婚姻是什么意义。你把一个憨憨的、简单的女生追到手，结了婚，结果发现并不是成家之后所想象的妻子的那个样子，到最后是你也难受，她也难受。我总感觉这个女生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结婚无所谓，可以呀，反正她人还可以，也不错。我觉得她现在对于婚姻是这样的一种不是特别慎重的态度，但你不一样。32岁真的有那么老吗？我不觉得。所以你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你执迷于婚姻的表象而偏离了是否了解他。他执迷于你是个好人，所以你可能是个好丈夫，不能这样。听明白没有？结了婚嫁给人家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不能随随便便说可以啊，我会嫁给他呀。如果真的，就践行你的承诺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有点晕了吧？其实我听你们俩的事儿，我也一直特别晕。我是觉得，如果爱情真来的时候，特别的炙热。一段爱情不可能在3、4年它烧不起来，就大多数的爱情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哗就燃烧了。我还真没看到过说3、4年的爱情它没烧起来的。我跟你讲一故事，我说一男的跟一个女的好了4年了，这男的愣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他什么人。你信吗？你也不信。一个女的说她爱着一个男的，她永远跟这男人说我们家里人反对，他们俩人没商量过应该怎么办，你信吗？这就是你们俩的故事嘛。所以很简单，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跟对方说出真心话，别将就，别将就，听明白了吗？就是你如果真的爱他，你就跟他说我爱你；你要真不爱他，就该分手分手，没什么，是吧？人家有跟你分手的权利吧？有没有？有。对，你也别老死缠烂打了。为什么有些老师说你得自信呢？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求不来，求来的都不是你想要的嘛。都说点真话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弟弟，我觉得我们以前在一起的话，也可能是我说话也可能太过突然，以前你就没有准备一样。以后我们有什么事，比如说在结婚上面，我会提前跟你沟通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尽量一起去解决，不像以前让你单独去面对家里这些问题。希望以后我们能一直走下去，然后希望能到结婚的殿堂。那我会把我们的事跟父母说，再一次尝试跟父母他们沟通，希望早日争取他们的同意。请亮灯吧，
我们可任何人没逼你们结婚的意思啊，生活是你们自己的啊，别跟我们置气啊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啊！有男生感动的啊！男生把他跑是吧？抓2只手，哎呦，小鸟依人的哟！来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小迪，希望我们以后共同去努力，然后去创造未来，一起去解决所有的事情，好吗？在爱里等着你，陪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。秦亮呢？啊，送给你们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，2颗心一辈子不分离。这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觉得有人觉得另一方要跑是吧？是紧紧的抓住不松手，好吧？如果我们促成了他们真爱的这一对，我们也是幸福的，祝他们幸福吧。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2个是高中同学，已经认识很多年了，彼此之间也挺了解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快大学毕业了，他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，特别的不成熟，而且他现在还有很多小毛病，总是改不了，让我很失望。他就是总爱挑我的一些小毛病，我都觉得无关要紧的。其实我基本上都是他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去做。但是总要允许我有点自己的爱好还有选择吧，我希望他能包容我的这些小问题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林，22岁，来自广东学生，来有请小林，有请。女嘉宾小新，22岁，来自广东学生，来有请小新，有请，来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同学吗？是的。是的。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啊？现在还是同学吗？不在同一所大学。我们从高中就开始认识了啊，大家都非常喜欢打排球。哦。一起出去训练，一起比赛，就相对其他同学来说，我们的感情还是比较友好的。感情是友好的，他这个用词用的啊，就是比其他同学稍微近一些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有共同的爱好，更加亲近，因为我们还是同桌嘛。啊，对，上了大学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了新一段的感情啊，到现在已经有3、4年了吧。好，今天是谁要来的呀？是我。来干嘛呀？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些矛盾。哦，解决哪些矛盾呢？我们认识了也大概有6年了吧。然后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一点都不成熟。刚上大学，他说要骑这个公路自行车，一开始我也很反对的，因为在这个公路自行车上面花费的金钱实在是太多了。然后后来我想了想，这是他自己的梦想嘛，就让他自己去追。后来我也没有反对了，但是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过分了。他每天晚上骑这个公路自行车，越骑越晚，有时候甚至1、2点钟才回到学校。本来我们2个就不在同一个大学上面上课了，
我每天晚上等不到他到宿舍，我就睡不着。那我白天得学习，只有晚上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。我白天也得学习啊，我也是晚上才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我有没有说是弄到那么晚才回来呢？那我也有尽量多的把时间抽出来陪你啊，我也在微信上找你，我也有给你打电话，给你问好啊。可是我觉得你对这个自行车的时间比对我的时间还要长呀。女生是觉得说男生的兴趣爱好，大于他对你的爱，是吗？对，他就是骑这个自行车也是不安全的呀，他那么晚回来。他有一次我陪他去参加那个比赛，他前3圈还在的，第4圈就人不见了。然后后来我就着急啊，然后听裁判讲说，哦，有人出事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，那我只能在终点等啊，等了他半个小时。虽然结果说是别人把他的车子给撞坏，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参赛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他还那么晚回来。可是运动有危险有风险是很正常的，男生有1、2个爱好也很正常呀。那就不用管我了吗？我也没说不管你啊，我肯定会对自己负责，会对你负责，会对家人负责嘛。我都20岁出头了，我就不是在第一位，我觉得。除了这个呢，还有别的吗？平时我会做一些兼职嘛，一开始上大学也带他一起去做了，然后我后来发现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做。其实我是想让他拓展一下他这个人际关系圈，去锻炼一下他的交际能力。他每次都是很被动的，都是我让他去做他才去做的。他白天就1、2节课，他练体育的嘛，白天就1、2节课，本来就很空的。他晚上还要去骑这个自行车，平时那么多时间也不说去做一点小兼职。我不在乎这个钱，我只是想你认识多点这个社会，对你以后出去工作有帮助。可是你让我去做，我也去做了呀，我也有自己去找工作去做啊，我也没说不去做啊。可是精力更应该放在学习上嘛。做太多的兼职，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我觉得。我也没有让你天天去做啊，我只是让你在这个空闲的时间找一点点的时间去做而已啊。我问一句啊，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恋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非常确定，你们俩是恋人关系。对。我特别觉得像一个公司人力资源的管理的跟下面的员工说，哎，你最近工作不对啊，你很多心思你分配在了骑自行车上，光骑自行车就算了。你还干其他的事情，公司要求的你们是多挣钱，你怎么在那儿多看书呢？所以我很奇怪，你确定你们俩是恋人关系吗？对啊。确定今天咱们是来谈感情的吗？对啊。哦，确定啊。我就是这些矛盾解决不了。还有别的呢？他总是做事情都很不上心啊。哦，不上心。对啊，有一次我们俩都很喜欢打排球嘛，然后有一次全国排球联赛精英赛来的，我让他去报名，他一直拖了1个星期。我不问他，他还真把这事给忘记了。你们俩打什么排球？排球不得有一个队吗？有，就是那个是混打的，就3男3女混打的那种排球比赛。然后呢？我让他去报名，然后他就忘了，我不提醒他，1个星期了，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这件事情。可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呀，只是在截止日期之前他已经满人了，也不能怪我呀。你已经打了6年的排球，你也知道。报名这样东西是有名额限制的，谁先去报就谁先得。你就足足浪费了1个星期，我那么辛苦的把人给凑齐了，5湖4海的凑齐了。5湖4海。你每次做事都是那么邋遢，就不上心。我也是希望你以后出去工作能做好一点啊，也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，老板会赏识你啊。如果我作为一个上司，我的下属吩咐了一件事情给你这样子做，1个星期了，拖了1个星期你才去处理了。你看，他说了吧，我作为一个上司，我说如果假设我也是希望他。咱们不假设了啊，还有别的吗，姑娘啊？有跟感情有关的吗？这个在我看来跟感情都没什么关系。有跟感情有关的，您跟我们说说啊，有吗？就是他想他以后如果我们要结婚买房子了，跟他父母一起住啊，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父母一起住。你们是打算结婚了吗？想到以后嘛。我们已经差不多家长都见过了。哦，家长都见过了。对啊，双方都同意啊。然后呢？就是他这个买房子的事，他跟我吵。说怎么了吧？就是
我有一个哥哥嘛，但是我爸爸就比较亲我这个弟弟，所以如果以后出来买房子结婚的话，我爸爸肯定是跟我一起住的。那就住呗。可是他爸爸吸烟呢，我闻到这烟味就难受。我去他家吃饭，想陪他们父母一起去看这个电视。他爸爸一吸烟，我就真的是闻得很不舒服，因为我家里本来就不吸烟的嘛。他作为长辈，我也要去尊重他吧，对吧？他父亲看到我回避了，他就马上就躲得远远的去吸这个烟，我就觉得特不好意思的。那就算了吧，等你们俩什么时候有钱，什么时候买房呗。没钱的时候先租着嫁，行不行啊？就是不想跟他父母一起住。不是人家出钱买的房，还不跟人家住，凭什么呀？我可以以后赚到钱再买一个房子给他们呗。那就那什么呗，你们赚到了钱自己买个房，你们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先租着结婚嘛。如果非要结婚的话，着急结婚的话，那也得尊重他们老人家的意思啊。他都说了，他爸想跟他一起住，难不成我这个做媳妇的说，我不要跟你这样，我不要跟你一起住这样子？那不就一起住就好了吗？可是他吸烟啊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哎呀，你是把生活里面的所有路都堵死了，姑娘啊！你怎么想这事儿啊？我爸爸说他以后我结婚了，一起住了之后，然后我爸爸就会戒烟嘛。我觉得你爸爸已经吸烟30年，你让他一下子戒掉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……哎呀，你们俩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达成共识和一致。在爱好上，现在男生更喜欢骑车，过去更喜欢排球，是吧？达成不了一致了，对吧？我也尊重他，也没有说是阻止他去骑这个自行车，我只是想他在这个时间方面调整一下，把多点时间留给我。你看现在我们都知道骑车特别花钱一辆公路赛好多钱，而且入了这个坑得不停的升级，对吧？从各种各样的装备，人的装备、车的装备、计时器的装备，各种装备还有保障，对吧？那很烧钱的。现在花的还是他爸的钱呢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。这结婚以后可要花你们俩的钱，这怎么办呀？考虑第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嘛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在很多认识上面有分歧，男生可能觉得我到了社会里面我要去摔打的，对吧？女生觉得现在就应该跟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快速的长大，是这意思吧？也不算快速吧，让他有这个经验。还有这个经验，反正你喜欢指导他呗。你觉得他什么都不行？也不是，没你想的长远。我是想的长远，你看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又不一样了，所谓价值观又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最后如何处理跟未来父母的关系又没想清楚。你们家得买房，但买房又不能一起住，你提不出更好的建议来吗？你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吗？什么事儿事事处处都不能打磨在一起，那不是就是较劲吗？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说法，你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宏兄确实女朋友要比男朋友成熟很多，你似乎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也不是吧，也希望他能成。你也明白，钢不是恨出来的，是练出来的。你要陪他一起成熟，一起成长，这才是对的。你这样的一种态度，他是接受不了的。男人有时候很要面子，被你训斥，被你责怪，他内心可能很不舒服。但是有一些他的责怪还是有道理的。一个男人，我们有自己的爱好，这非常好。有兴趣爱好可以陶冶情操，但是请注意年龄段。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，我实话实说，还真的没有条件，没有资格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这样爱好的事情。这就要掌握一个度，因为你还更需要解决生存问题、生活问题和成长问题。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钓鱼，那时候除了工作我就喜欢钓鱼。后来我一个老同事和我说，小鱼，你这个年龄你还没有资格钓鱼。我当时不理解，后来我悟出了他的这一句话，我把非常多的心思就用在工作上。我现在这样的年龄，我有资格钓鱼。为什么呢？我解决了很多问题，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、社会能力，这个可能以后生活会慢慢的让你去理解我今天说的这一些话。好的，我就说这些了。好，谢谢博宏兄。来，莎娜老师。从你们两个人在对话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我总觉得像在听一场辩论赛，有正方反方，正方反方。
其实这中间你们说到的几件事情，反映出来一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两个人在恋爱当中，尤其女生这一边没有分寸感。我指的分寸感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做了很多不属于你做的事情。你比如说，你责怪他不去坚持，或者说，责怪他这个出去骑车太晚，担心他的安全等等。对，这是一个女朋友可能有责任或者有义务去影响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影响归影响，不能到干涉的地步。因为现在只是谈恋爱的阶段，这属于他的人生自由。如果你过多的干涉的话，就会让他有逆反心理。我都理解女生在一段恋情当中喜欢有一种归属感，或者说就是圈地的感觉，你属于我，所以凡事都要听我的。但千万不要谈妈妈式恋爱。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他的妈妈，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做是对的。但对不起姑娘，那是他的人生，他有权利去选择什么样的人生，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那是他自己的自由。如果你干涉过多的话，到头来对你没有好处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考虑未来的事情太早了，就是以后跟爸妈是否要住在一起，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。可是在这个时候考虑为时尚早，把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矛盾已经挪。谢谢尚大老师。来，徐老师，其实你们两个人面临的问题很多，先不要去想今后两家人怎么相处，如何去处理得好，先把你们两个人现在的两个人的事儿处理好就好。你是一个幼稚的大男孩，他又是一个望夫成龙的小妈妈，你渴望自由自在，他非要耳提面命，当然不舒服了。其实他说的所有的事情，其实你是有抗议的，因为你觉得现在就应该是学生，我有什么兴趣我就要去享受，我专注于学习就好了。而他觉得你应该现在要接触社会了，快毕业了，是吧？一定要先要把社交圈给建立起来，为今后的规划呢做一定的安排。两个人站在本人的位置上都是没有错的，但错在女方太急了，想过早的成为一个贤内助。贤内助是难得，但这个尺度拿捏度很重要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让他自由去发展，有些事情一定是要他自己认识到才是能够得到，你告诉他的他听不进去，因为他是一个男人，他今后要有自己的生活，而这样自己独立走的生活的男人才能给你真正一个安全幸福的未来。至于今后的家里人呢，我只跟你说一句话，你可以有自己的意愿，不愿意怎么样，但是要注意本分，因为那是你爱的人所爱的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说考虑清楚你们俩现在真正应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，去解决它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老师。来，胡老师。你的家庭条件是不是比他差一点？对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形成都有他的原因。你咋哭了呢？你会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，所以我必须要早当家，我必须得看得远一点，我必须得为自己做主。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吧，你得掐在那中间那个点儿。人是要往前看一点，但是你不用想得太远，明白吗？但是人可以享受当下，但是你不能够玩物丧志。原来我经常说一句话叫看透人生但不消极，享受人生却不沉湎。其实他们俩性格特别互补，就一个特别享受当下，一个就操碎了心，两个人稍微综合一下就更好。但是坦率的来说，家庭生活条件不好可以靠自己努力，但人穷不能没志气。主持人说的特别好，要不就自己买租房子，要不然就别嫌弃别人抽烟。一个父亲为了让儿媳妇上门，还为此而去戒烟，
为了躲避你而跑到外面去抽烟，这本身是一种多大的尊重，你心里又会有多么的不忍。所以两个人配合着来，你不要想得太远，你也不要太沉迷于当下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啊！别哭了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啊，谁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人为他改变？其实在我看来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要求另一个人改变。但是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，我会影响一个人。你可以影响他，但是你不能要求他。男生有一点啊，从容的面对责任，你可以从容，但是还得担责任。女生一定学会从容，从容了，爱情也舒服，你的人生也舒服。好了，你们自己去判断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知道我身上还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坏毛病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包容我这个不成熟的小伙子。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改掉我的坏习惯。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。我希望我们有困难一起面对，有问题一起解决。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再一次尽到男朋友的责任，好吗？我也希望你能改掉你身上的坏毛病，以后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好，时间到了哈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啊。请关门。请开门。还拿着个劲儿，哎呀！来，有请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啊！好了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在爱里等着你，陪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。来，亮灯吧啊！来，礼物送给你们啊！恭喜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不想确定日期，在爱里等着你，被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放进两颗心，一辈子不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我男朋友谈了2年了，可是呢，我们总会为小事情吵架。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我让他好好干，可他老是迟到，天天呢我催他，我们就会吵架，每天都这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想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早起工作都无法做到的话，那他该怎样规划你们的未来呢？把这样的幸福交到这样一个男人手上，是否靠谱呢？祝你幸福！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电视机前你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